超凡上线啦！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，快订阅，每天爱你多更多哟！感谢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。第一点。它有一个特殊身份，它是台湾第一只共同认养的海牛。牛去载科回来，协助人类去做这件事情，是这个文化的底蕴是一直存在的。台61线就是我们俗称的西滨快速道路，那它是沿着台湾的西海岸北端一直延伸到台湾的南端，所以很多传统的手工艺啊、文化习俗是潜藏在其中的。有许多公路可能一开始是为了交通便利而兴建，却也因为所经之处交织出多样的风景，串起了各地的交流，让许多渐渐消失的传统技艺得以广为人知而流传。像是台61西滨快速道路，北起新北市八里区，南至台南市，全长约300公里，是全台最长的快速公路。只要沿着它慢行，就能认识台湾西海岸各县市最道地的特色与文化。而体验快速道路沿线景色最好的方式，当然就是方便又不受限的大型重机啦。哎，民警哥啊，这一台就是我预定的。对，最新发表的 DL1050，就是它透过那个 IMU 的话，已经全部控制好了，就是把你在过弯中，你只要放心的拉刹车，基本上它会把你计算好，它还有刹车分配系统。哦，所以你就算不小心有什么状况，你突然紧急多拉了一下或多踩了，对，它会自动电脑帮你，它会把你修正好。对，所以它这边会有多那个动力选项。对，然后第二个是它有再多那个 TT， 就是循迹防滑系统。对，这个防滑，而且有3段可调。那你应该讲到在西滨上面最常用到就是定速，这边这台车也都标配了定速。定速很少见，现在其实市面上车手。相信很多人对西海岸的第一印象就是到处林立的离岸风机，也是台61公路上特有的景观。不过西部沿海的渔港文化当然不能错过，其中被称为跳手的渔获拍卖员，需要具有敏锐的观察力、极高的抗压性、灵活的反应力，加上长时间的磨练，如今也面临失传危机，成为渔港内最重要的职人特色。风和日丽啊，来到这个台61线苗栗的这个龙凤渔港，你可以看到这边，我觉得很有趣，是你进来以后啊，我第一次看到渔港外面有这么多这个离岸发电。哎，大美你好，严董，你好。哎，这下子这怎么回事啊？退潮，最近缺水是不是？没有缺水，因为退潮，然后它沙子还没清淤啊。我们1年要疏浚1次的，还没疏浚。哦，每年都要清是不是？哦。这个算是现在是以一个商业休闲跟渔港做观光结合，是不是？
龙凤渔港地处苗栗竹南，紧邻西滨快速公路，位在冷水溪出海口与龙凤大排交界处，是个天然渔港。渔产种类丰富，如白鲳、鲷鱼、花枝、鱿鱼等等，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捕获近海渔获的渔港哦。近年来转型观光休闲，也让一般人有机会体验渔获拍卖的乐趣。所以它这个拍卖是每天。散客人下午1点半，对，哦，下午1点半拍卖，但我们现在有可以看到新鲜鱼，哇！秋天的话，这里鱼根本摆满满的，现在是刚好夏天没有鱼货。哦，这，你看，孤单单的就这几笼。皇帝鱼，皇帝鱼，这下面龙胗，对，龙虾，啊这97啦。那现在这种算斤还是算公斤？我们拍卖都算公斤。算公斤哦，这1公斤，这1公斤大概500-600块。很大呢。没有，我们这里鱼货是算价格不便宜的。哦，真的啊。理事长，你也太诚实了吧！不过能体验难得一见的渔获拍卖场面，好像也值回票价。倒是大家千万别小看这几笼渔获哦，据说都是不错的好鱼呢。就看咱们跳手如何拍出个好价钱。再开戏啊！准时1点半。我听不懂，一句哦，一句。讲价钱，1公斤的价钱，然后加高手，就举手要我。加高手。它的价格从哪几开始？这个你们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啊。现在喊就听得懂。下杀。喊完了。你看那个什么下离下杀，下离就是420，台语的，下离的。哦，所以怎么开始起跳？就是然后说看价格，但当天自己会，每条价格不一样。怎么知道我今天这个多少？久了就知道，你就大概知道怎么喊。但大概像自己来，最贵的多少？东西最贵600。嘴里用台语连珠炮的喊着各种数字，眼睛扫描鱼贩的手势与喊价，手上还得抄记数字，一篮鱼货一种价格。这样利落的拍卖方式，让我们这些外行人看的是啧啧称奇呀。而被得标的鱼货更得立刻放上得标者的印记，以防止任何误会与纠纷发生哦。很受欢迎吧？是新鲜，很厚哦。脆口，很甜。第一次吃红烧的，来讲话完了。这跟我们吃其他红烧鱼口感不一样哎。对，它肉蛮细。对，很细嫩，但是你又不会是那种一入口就散光的那种。这秋刀是用腌的吗？有点像那种卤的。对。卤到它骨头都酥掉，不用再挑鱼骨，全部都可以吃。不用挑啊，赞，不用挑刺啊。哦，甜甜的，然后很湿润，很 juicy， 中间那个骨头啊，你一咬，像什么？像我们吃那罐头，对，3分1。嘿，吃罐头里面的骨头全部都可以直接吃下去。哦，这一起炒蛤蟆吗？蛤蜊腌制的蛤蜊，因为一般我们海鲜餐，我们尽量用海的东西下去做腌制。嘿，一般外面都是用辣，它是淡水。哦，小哥的那个辣，我们尽量用海水的东西。这个味道就跟我们吃那个腌那个小的是一模一样。哦，
这好开胃哦！我这样素的好爽哦。然后你看它这样好像软软的，对不对？吃到嘴巴里面，哦，这口感真好。来到渔港，当然要吃最新鲜的渔货。一旁就有许多待客料理的餐厅，更有店家推出特有的秋肉菜，保证满足味蕾。而除了渔港文化之外，台61线上最独特的景观，当然就属这一座座造型结合在地特色的景观脊背桥。例如，在苗栗苑里的三角令不对称脊背桥，就是展现当地令草编织技艺；而台中市的妈祖座教造型脊背桥，则是结合妈祖绕境文化，让你骑车或开车就能在台61线上弄酒咖，是不是很有趣啊？当然了，这些文化的出现，就跟西海岸靠海生活的历史有着很大的关系。现在在这个区域，像是彰化、王宫啊、芳苑这一段沿海啊，都有这个养科人家。但是现在这边有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叫做海牛。海牛跟这科到底怎么连接呢？可能有些人知道，但大部分年轻人可能都已经忘记，都遗忘。没关系，今天我已经约好了大哥来接我，带你们介绍一下这个传统的100年历史的海牛养科文化。哦，大哥，小刚，你好。啊，就跟着你走啊！没错。看海牛，嘿，可以。我要徛，先站在这边。哦，徛这边也在。对。来。依循着靠山吃山、靠海吃海的智慧，彰化芳苑很早就开始了养科产业，但因为当地潮间带淤泥相当多，就算涨潮，船只也难以通行，所以日据时期，一代又一代的科农仰赖搭牛车去采科，并将动辄上百斤的鲜科用牛车运回岸上，至今已传承80年，成为全台唯一的特色渔法。所以大家千万别误会，海牛并不是让牛在海里耕田翻土哦。这一桶里面有什么东西？来，你去看，这个是小麦胚芽的，就是一般我们在磨完之后不用的东西，但是对牛或猪或羊其实都是很适用的。好，来还有安子枪。这是要增加它的淀粉质。这个主要算是它的营养品、补给品，它的液体维他命。好，你搅拌。这个吃可以预防中暑哦。主要是说你不喝水，你不喝那个钠钾氯你还是会中暑啊。好，7分就好。7分，差不多。好，可以关掉了。它就会慢慢吃。好，这样还会加水有？对，它绝对不会脱皮。还有没有哪里洗了它会不舒服？就是屁股、脊椎骨，还有头部，还有肚子这些腿什么的。那个没有关系，它反而会比较舒服啊。轻轻摇晃，这叫鹅的害草。有没有？就摇就是为了把这个鹅害草弄下来。哇，一打开已经吃到里面去了。对，它等于把它吃完呢。对。英文版上线啦！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，快订阅，每天爱你多更多哟！感谢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。世界第一它里面一定要加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，什么？叫做粗盐。粗盐巴。果然。你要有点盐分帮它保住它，不然流汗流。如果喝了这一桶，回来就去海里晒了太阳3-4个小时，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你不喝这一桶，你硬是把它拉到海里面，回来它就要我家生活还要甜啊！你像以前还要做农田的事情，还要做海里面的事情，他说有时候一天喝3次水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他所以。海牛除了去海里面以外，它还要的工作还要做去农耕也要，对。哇，这辛苦。随着时代演进，方便的铁牛取代了海牛的工作，致使100年的海牛文化陷入消失危机。为此，职人魏大哥除了推广海牛文化之外，更创办全台唯一的海牛学校，培训接班牛，更安排退休海牛与耕牛的安养处所，打造最佳的生命教育典范。不过说起来简单，可不是每只牛都适合当海牛哦。
它这样几岁？这只3岁大概2个月。 3岁2个月啊。对，算蛮年轻的。但是它有一个特殊身份，它是台湾第一只共同认养的海牛。什么意思？共同就是有很多人集资来认养这只牛。我们交给我们养，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参与这个文化传承。那它几岁可以开始？正常大概半年就决定它可不可以适合当海牛。这个胸腔大不大？胸腔大不大？草尾豚吃草的时候，它食量才会大，它才不会说我做到一半腰酸背痛。食量太小或者就是体质不适合。第二个，这个牛耳这个脚是要挺立。好，这样在挂的时候才不容易脱缰。第三个，这个腰啊，人讲腰脯勒手，就是那个身材啊。第三个，大腿骨。大腿骨看得出来，因为大腿骨要宽，你可以看到它那个腿其实很粗啊。对，再来就是爱乖不乖。跟海牛做跟牛跟海牛唯一的差别就是乖不乖。看到人就想撞，看到什么就想吃，那就还得了。骨架好之后，我们再来决定这只牛适不适合做长期的投资。所以半年到1年开始做它的基本训练，比如说负重啊，教那个驾驭牛车啊，这个东西都要一个过程。这个应该跟早期在陆地上农耕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，只是说它多接触一个元素叫做海洋。所以我现在好奇就是，比如说它可能不怕淡水，它怕海水。好，第一次我们就牵着它走，漫步在台湾海峡里面。好，这个叫水，这个叫什么？好，第二次水深在这边的时候，第三次这样子，第四在腰部，它就习惯了。对魏大哥来说，学校里所有的牛都是亲人，因此培训的过程当然也要顾及他们的感受。而且就算是合格的海牛，工作上的配合，魏大哥也得摸清他们的美感。小后牵过来，弄好，你等一下再上车。好，看一下怎么把它装上去。然后他现在很不对，但是他等一下又看到草的时候就不会。很现实哦。你看他自己知道要退，然后知道自己要往前泡进去。这就是刚才校长讲的，这边漂亮，它这边就顶得住，不会滑掉。就你可以看它体型真的是黄牛跟水牛的一种综合体的感觉。麻烦你了，谢谢。哎呦，哇！有多少头，或是多少个？目前有7坨，但是今年有这个业者多增加1头牛，多增加1头牛，但是它还不符合文资的身份。这什么意思？叫文资身份？文资身份就是说，我们当初是因为牛去载科回来，协助人类去做这件事情，是这个文化的底蕴是一直存在的，对，这样才属于文化资产。如果我买一只牛来，只是单纯我想要载客人啊、搬运人啊，那就不符合文化资产。所以其实不是每一个人说我养了牛，然后做这件事情再去海里，他就会被认证符合这个资格。就我这一关都过不了了。下看我怎么控制。好，小贺会自己看。好，小贺自己慢下来。对，好。所以现在这个刹车是已经先含着了。对。好，走。它这个时间下坡不能挡，不然它会避免。有没有？就算我不刹车，它也会自己刹车。它知道要变慢，放慢。坐着小贺拉的牛车漫步在潮间带，未退的海水倒映出海牛与蚵棚的身影，让人不难想象，走在这条绵延数公里长的蚵路上，海牛与蚵农间同甘共苦的情感，为何能维持100年之久？如今靠着魏校长和大家的努力，也让这样的无形文化资产能永续传承。一般用海水吗？邓基用一般我们用自来水，嘿，是海水会比较不容易连附苍蝇。这样来回刷可以哦。对，它绝对不会脱皮啊。还有没有哪里洗它会不舒服？就是屁股、脊椎骨、还有头部，还有肚子这些啊，腿啊什么的。那个没有关系，它反而会比较舒服啊。基本上是友善动物。第二个是教育客人说，你牛服务你，那你要不要服务牛？服务回去，对，互相反馈的方式。火凶，好啊大小大概这么大就可以吃了，怎么看大？吃起来就甘甜，差不多这样子。先割断。
大力哦。好，按那边，按那边就让它自己这样挂着长，让它长大。它这整个割掉，对，割到尽头哈。它丢到桶子里面。努力而已。哦，这个要压紧，哎，要顶住。那个你要给。我真的紧张到瞬间满身汗呢。英文版上线啦，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，快订阅，每天爱你多更多哟！感谢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。世界第一，它丢到桶子里面。来，小心，那颗不用理它，就是这个，要扁到这个拳头。好，来。它这一坨啦，但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它的大小啊，大概就是这样，这个这样的大小。这样子的养殖法，我们叫做平挂式，平挂式，平平的，微笑型。好，有水的时候，这个叫帮偶尔洗澡，轻轻摇晃。你有没有发现颗烟箩就掉下来了？啊，不可以太大力哦，这个叫偶尔的害虫。哦，有没有？哈。就摇就是为了把这个鹅啊害虫给弄下来。哇，一打开已经吃到里面去了。对，它等于把它吃完呢。对。海牛辛苦，科农同样不轻松。顶着30几度高温的艳阳，在没有任何遮蔽的潮间带工作，身体的负担自然不用多说。而且工作时间更得随着潮汐变化，不管是清晨、半夜或是正中午，数十年如一日。好，来摇一摇，大力。好，停，泼水，这样算一次。对。好，但是你做的不够彻底，好，这样。我用翻的。来，开始，还有2遍。看起来成绩大概有80分。好，再泼水，它多松，它泼水。可以吧？而且现在才20分之一而已，很累。天哪，这种大太阳，我们光站着不动就汗流浃背了，还得使劲吃奶的力气晃动清洗10几公斤的蚵，更让人佩服年过半百的叔伯阿姨们为了家中生计奋斗拼搏的精神。不过可不是洗完蚵就没事了哦，真正的功夫还在后头哦。顶着，先当一个顶天立地的人，顶着，好，刀放进去，放进去，小心你的手，好，打开，吐掉个给我，顶进去3公分，1公分左右，吐袂掉啦。安尼一点太50，这要从哪里吐？对啊，我从这边吐没错啊。顶，好，像这个比较快，对不对？好，表面给它切断，这个有一个表盖壳，一定要切断。好，遇到这件事情怎么样？就这样拿这样，把它这个柱切断，对，筋带筋络分离。这个就把它放在这里面吗？对。这平均像阿公阿妈们开一条爱偌久？几秒？大概10秒以内。10秒开。所以1小时开这个4碗喉是开这个大小，4碗喉是正常的。老实说，科农的工作真是不轻松，除了耗费劳力、精神，手脚被蚵壳割伤更是家常便饭，而且完全无法用机器取代。所以，当大家在享受鲜蚵美味的同时，不妨也试着了解，在这些料理上桌之前，有多少人付出了心力，相信我们会更加的惜福。这个新鲜的鹅啊，切，然后它上面还有加那个蒜头，跟我们平常就只是全生的这个有点不一样。哦，它上面还有淋醋哎。新鲜的真的很好吃，不得了。整个海鲜味满满都在嘴巴里面。你看这个汤汁，看它这边，我给你拿起来，等一下哦，我来挤一下，有没有？你就知道这鹅啊
多饱满，它的里面的汤汁有多多。面皮很薄脆，然后里面那个葱啊，配上这鹅啊的香味，然后混搭那面衣的脆，哇，这个是我觉得最有趣的。勾扎比，你这样看很像那个什么鹅啊煎，有没有？哦，感觉很像鹅啊煎，它面皮也很像鹅啊煎，只是它没有，它是加葱，然后没有蛋。我觉得这个的鲜甜味啊，跟薄嘴程度比这个鹅堆还要再更满。哦，这个惊艳！不愧是鲜科的故乡啊，各式各样的料理方式都能完美衬托出科的美味。而且如果是傍晚时分，千万别忘了到海边走一走，一定会有意外的惊喜哦。哦，哇，好漂亮哦！哇，很漂亮。当然，其实它这个整个外面啊、外海啊的这个区域，有好几个点都可以看。像现在很红的是那个王宫渔港，它新的那个桥，你从桥中间看日落，或者是我们再往前一点去芳苑那个退潮以后啊，那算什么？潮间带看夕阳也非常漂亮。但我们现在在这个台61线上面，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后港溪桥啊，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的设计啊，就是一个水鸟生态的一个形式去设计的。现在远看你感觉好像不是那么清楚，但你有一个角度看，它很像背然后展翅的那个样子，那个形态。所以刚才其实光洒下来之后，你如果是背光这样看啊，是感觉像一个候鸟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这是算是台61线这一个区段，算是一个蛮美，不管开车或骑车经过的时候，不妨注意一下。晚间时分的王宫夕照被称为王宫渔火，是不容错过的彰化景点。搭配台61线上的水鸟造型及背桥，平静无波的溪水倒映出夕照美景，让人超级惊艳。这可是天时地利的配合下才有机会看到的景象哦。像我们来到这边呢，就是彰化县的县西乡，这边有一个传承2代、将近100年的手工制鼓。那这个鼓对台湾来讲就很重要了。像台湾很多妈祖庙是沿着海岸线建立的，那有庙就需要有鼓。这个鼓啊，在第1代爸爸的时候，甚至为大甲镇澜宫，然后鹿港的天后宫制了鼓。那现在这个传统手工艺呢，甚至被列为彰化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到底这个传统手工鼓是怎么制作的？跟我们去看一看就知道。大哥，你好，小刚，哇，你做鼓偌济档啊？爱讲这个文做鼓，哦，对，歹势，做鼓你就爱上花钱哦。71档哦，阮1948年开始做的，第2代啊。哦，它全部都是传统手工，对，不分大小吗？拢有。没想到，作为全台知名的制鼓师黄大哥，给人的第一印象竟是如此和蔼可亲。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习制鼓的他，深刻了解传统手工制鼓的困难与传承上的挑战，也因此更乐于和大家分享制鼓过程的酸甜苦辣。希望借此让大家知道手工鼓的价值，也能保存这项100年手艺。小刚，咱来。今摆来下骨皮，好，这下骨皮，这算边鼓上重要。哦，这已经泡水啊，这泡偌久啊？这泡1天咯。大哥，你这买来就是安尼？无，规只牛的青哦，阮遮烤一片一片哦，才落去煮1锅热水。包括要煮过？煮过，才刮毛。烫毛。烫毛，刮毛。才消脂肪到杂肉。即摆这个味拢是正常的。正常的，表皮吼，咱遮看看，伊这个皮算足水的。伊这表怎看？伊这表皮无溃烂。咱生凉皮咧拍的时阵吼，伊
天候不顺的像种天，哦，阴天，晴时多云偶顺利迄种状况。阮就是靠天吃饭，嘛是靠天食饭啊，拢安尼。我以前阮爸到马仔生孙，我就讲我要放暑假，因为你啊暑假，台风季着，啊个台风季，啊个足好雷阵雨，啊个有梅雨季节吼，阮拢足惊。听着大哥风趣的谈笑过往，却也不难想象其中的无奈。而一句靠天吃饭，更显露出海口人乐天认份，却也努力打拼的个性。不过，洗刷好的牛皮还只是制骨的第一步而已。很像厨师的那个袍子呢。唔是啦，削牛皮吼，较俗，较袂去哦粗去。哦，你顶着它就对了。下骨哦。对，下骨。专门用来削牛皮的刀啊，这就来哦，就来，这真的很利哦。所以你要尽量削到一模尽量一样。哇！哦啊，所以咱用这麻布袋顶着吼，伊牛皮伊这有油脂，哦，啊这个削得多薄啊！无，这就爱有没有影子还可以透过去？看得出来吗？以前较有韧性。哦，有啊，你若用化学药物啊，动物的这个纤维啦，一丝一丝的，皮的组织啊，就会没有了，破坏。伊会较脆哦，所以伊本来打较袂 Q。哦，那打起来容易打破。对。听黄大哥说，手工制骨从选皮、削毛、凿洞、穿麻绳、拉骨皮、晒皮、调音、封批、裁型、抛光、上漆等，至少要经过10几道手续。光是晒太阳这件事，就不知道要重复多少次，而其中削牛皮更是最重要的关键。其实我有淡薄紧张啊，卖紧张。这皮是真好的皮对不？大哥一直在讲这张皮其实很好啊，部位也很好，唔知袂使改用派去。无啦，有破坏才有建设啊。哦，大哥你这样子讲很好呢。啊，你以前在学的时候削破几张？以前我爸爸就是怕我不学哦，他都说削破没关系的。哇，哦，原来用这样子。因为阮这个无啥人要学啊，师傅爱拜托。是哦，拜托你来，哇，无要紧，你无受伤就好。嘿啦，你安尼有欢喜无？安尼，惊你安尼怯场啊，你就不爱学吼。哦，就人就走了啊。小刚师傅了。不，他嫩啊。这个一开始是先怎样？你这腰部靠接着，脚骨爱调好呢。安尼三七上好是三七步，无你人哦会。三七步，无你会向头前去。三七步，然后先刮，先刷2下，然后好来，安尼较平整的，好实力都。等一下，这样子讲我听不太懂。王宫这边鲜科最有名嘛？对啊。然后，你说还有什么乌鱼子？对啊。也是这边产的。对。它这跟冰有什么关系？它在冰上面呢。英文版上线啦！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，快订阅，每天爱你多更多哟！感谢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！世界第一等。安尼较平整的，好实力落去。无要紧头，无这头你拢会刮不着，无要紧。什么也刮不下来。你知道你自己在干嘛吗？不知道。实力了。这个要压紧，还要顶住。那个你还会我真的紧张到瞬间满身汗呢，因为它皮其实有水分嘛，咕溜，然后你又不能就滑下去，然后你要等于是用一个自己本身的力量往下削的同时，你又要有一个收的力量是维持它的稳定。腰也要站了。这就跳美呢，看起来好像很轻松。真的是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若是没有技巧，光靠蛮力，就会像我这样，连半点皮屑都削不下来。不过制骨过程中最困难的，还不是这一关。这个哇，都没有看过，从来没看过那个骨里面的长相。
这个是响条啦，这吼你即摆骨皮甲边落去吼，啊你拍落去以后震动共鸣吼，啊较有回音。哦，骨圆吼，这爱磨蜡，安尼哦较，互伊咧崩过先较好变，较会春润啦。爱4个环来。这不要挡你。哦，放上，我还正在想问，这个机器是干嘛的？这就是咧，这可以转。咧崩骨的机台嘿，这就是咱下迄啊打无咱早上下迄吼。对。无你看这变灯的，啊，得爱搁顺一下，这样变就好。这个真的不止看天吃饭的，你所有一个小细节没弄好，这个骨这皮就坏了啊！没有机台以前呢？没有机台以前就是用这个也是，这嘛是比较还未用好的嘛，比较一半。嘿。好，这边那小钢你手不给它换掉，这边那些。哦，它这中间也是木头，这个嘛有历史啊。哦，啊，咱这边个就是安尼。哦，所以啊，这个往这边敲越进去就越紧，就对。调音是制鼓过程最耗时也最需要耐心的一环。黄大哥说，像台湾这样的岛屿，北、中、南的风俗民情不同，闽南、客家、外省、原住民，大家都有自己的庆典，也有自己的节奏，声响和频率也随着所处的地域性不同而有不同的鼓声。如何制出耐用、好用、声调又合适的鼓，正是手工鼓的价值所在。你看大哥耍宝，哦，没。你这，碎哩。哦，真的哦。这固定是拢爱安尼。刚我，哇，好韧哦，这唔当破去。无，是我。打啪，啊就入去啊。迄是像我拄则甲你讲的，迄皮下了无好。我才会破去。嘿，这袂啦，你别个打看就知。哦，疼呀。唔免，免吗？唔免。迄流氓会人才有，你拄则咧水，你敢无看到？你甲打这有两无？有呢，我觉得有两才有效果啊！你甲裁松啊，咱等下搁甲加强落去吼，伊迄编起来迄鼓声音吼，较实在啊。在村里庙口的广场前，跟着黄大哥试打新制好的鼓，没有华丽的旋律变化，只有扎实的鼓声不断在空气中回荡。虽然鼓的好坏我们无法分辨，然而却在黄大哥的执着中看到了手工制鼓的存在，成就的不只是一家人的生计，更是全台庙宇文化的重要环节。然而有人坚持传统，当然就会有人突破创新。现在来到这边呐，是彰化的王宫，你有看到我后边不？就是王宫的方院灯塔。现在呢，这几年啊，积极转型成观光化的云港，就来这边你可以吃喝，来这边吃喝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吃啊！这一次我们不要自己乱找，网络上查也不好查。这一次我直接问当地人，问在地人到底要吃什么，什么是最在地的？去了就知道，好不好？跟我一起去找这个在地人。好，我用老方法哦。这么老的梗也跳到这边来了。来这边，我跟你讲，在王宫这个观光渔港啊，有一个很特别的、很特色的，怎么找在地人呢？来，没有人比他们更在地了。你看我后边这台，屁股啊车。阿伯，你这是专门载客的对不？对，我专门甲载来哈，来管了潮间带。哦，潮间带。抓文革啦。啊，文革。考科啦。啊，有考科啊，看日落。对，看日落。龙可以抓螃蟹。啊，嘛有抓螃蟹啊。有。贵的。阿伯，敢有啥物物件是你知影啥物较特别的、好食的物件有无？有，在地有。有哦。那安尼阿伯带恁来食一个特别个。真好食，互你唔捌食到的物件。哎呦，哦，还佫透心凉的啦。哎呦，透心凉的。好哦，特别又透心凉又在地，好不好？跟着阿北走就好。阿北一起来。没有啦，是要坐车啦。来，我们车子载你们坐车。好。
寻找好料的路上，阿北和我们分享着王宫的过去。台湾谚语有着一府二路三艋甲，后面接着便是四宝斗五番洼。番洼指的就是彰化芳苑乡的王宫，可见早期王宫渔港的繁华。虽然现在繁荣退去，也转型成观光休闲渔港，却更能让民众体验当地的自然生态与在地文化。你好哦，哎呦，冰店。对啊。阿北刚才讲说吃套心凉咩？哦，妹妹，冰店您这有什么特别的？我们这戴小姐边很特别，就是翡翠鲜科还有乌鱼，它都是产自我们当地的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样子讲我听不太懂。王宫这边鲜科最有名嘛？对啊。然后，好，你说还有什么乌鱼子？对啊。也是这边产的。对。它这跟冰有什么关系？加在冰上面呢。你有图片可以看吗？加在冰上面。乌鱼子来一个好了。乌鱼子太特别了，乌鱼子雪花冰。那一个翡翠芒果，那就反正我点刚才那两样，太奇妙了，这个混搭，等一下冰上来就知道，好不好？芳苑有三宝：蚵仔、芦笋、乌鱼子。将新鲜的蚵仔和芦笋利用咖啡机高温蒸汽做汆烫，并且喷上伏特加去腥提味。蚵仔搭配芒果雪花冰，利用创意巧思与在地食材做结合，研发出这碗翡翠鲜科芒果雪。而乌鱼子雪花冰则是将乌鱼子利用高温火烤逼出香气，乌鱼子搭配草莓雪花冰，这滋味究竟如何？让小刚我挑战给你们看看。很有趣的两碗冰，颜色上先撇掉蔬菜来讲，比方说像这一碗，你很难撇掉这些蚵仔跟个芦笋，这个也很有趣。草莓雪花冰，如果不讲，你我跟你讲说这上面是水果干，好像也可以成立。但它上面是乌鱼子，它最上面这是什么？明太子啊！我先吃看这个好，因为这个刚比较先早做出来，快化掉了。你看这蚵仔，这大了。但它不是生的啦，它已经是熟的哦，不用担心。寄来汁哦，荷兰汁，芒果味很香哦。好，连芦笋酱一起哦。我现在不知道我在吃海鲜还是在吃冰。世界第一英文版上线啦！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，快订阅，每天爱你多更多哟！感谢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。世界第一加芦笋，等一下。其实我说实话，加芦笋的味道，蛮有趣的，因为芦笋味道本身就比较重，所以它后面等于是芒果牛奶的味道跟着芦笋味道混在一起，我自己觉得有点有趣啦，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接受。但是蚵仔呢，蚵仔就还不错哦。第一个你绝对吃得出来它很新鲜饱满，因为它的牡蛎很大一颗，所以它跟那个奶味跟那个蚵仔混搭在一起，其实是蛮舒服的。就不会让你有一种冲突，或者是觉得很奇怪的感觉，不会。草莓，再加一点这个鱼子，草莓的香味啊、香甜味啊、牛奶味啊，其实跟乌鱼子有一点点焦的口感，蛮搭的。乌鱼子本身有一点特殊的味道，它会被那个牛奶有点中和掉。但最后留在嘴巴还是那个它烤过的那个焦香味，其实蛮好吃的。来，自己收音自己打个灯，也不错吃啊，还不错哦。但后面芦笋味会比较重，对，芦笋味比较重，就咬到最后面芦笋味比较重，蛮香的。但其实还是蛮顺的，很顺口。对，就不会让你第一眼看到是不是会觉得刚没在加呢？好吃哦，真的哦，赞，好辛苦，好啊，郭哥，你们郭哥，没关系，都有机会哦，郭哥不要退。好啦，加一嘴就好，加一嘴。
不要紧，来，如何？很冰对不对？牙口不好啊。先。老板说他也知道这种冰很奇怪，太创新，但他一直很想推广家乡的美。只要愿意做，愿意试，无论效果如何，有努力就有希望。这趟西滨海洋公路，小刚我不单只是旅行西台湾，更是体悟到一生悬命的职人精神，专心把一件事做到好，做到精，让平凡变成不平凡。喜欢吗？记得按赞加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们每一